感謝 David Dong 31728676以及粉絲們的支持，非常感謝。Hello， 大家好，本期節目由風琴佑獨家贊助播出。什麼？你要白嫖？那給個免費的贊也可以，因為這對我真的很重要，謝謝啦。話又說回來，五轉出了那麼久，回頭發現還沒出我自己最常用的騎士五轉技能搭配呢，那還等什麼？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如果不點個讚，我把你腦袋給你敲了，你還敢囂張？首先是我的光啟意識，也是我推图最常用的技能搭配。相較於四轉時的嘲諷加護盾的搭配方法，這次我使用的是完全沒有真空期的嘲諷流，主要輸出手段依然是四轉的光明劍陣。戰績這裡最後一個我選擇曙光戰列，是為了可以保證自己在回合結束的時候盡可能不亂跑。這套唯一的續航能力就是幻獸竹林仙君，所以不亂跑，站在熊貓身邊能夠極大幅度提升我的存活能力。雖然每次到最後只剩精英怪的時候還是會亂跑就是了。秘法這裡也從原本的以守為攻換成了最新的神聖節奏，為了能把奇蹟品質的神聖節奏升級等化，也是狠狠用自己積攢下来的诚心抽了一波。我這裡為了能夠讓自己的格擋率達到要求，是用了格擋意識。如果是我已經達到大約135%左右的格擋率，那麼我這裡則會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命魂守護或者乘勝追擊，去增加自己的戰鬥能力。原本格擋精通的位置也是聖靈加護，因為這次戰績中沒有盾。那麼坦度方面則是使用格擋精通去做一個彌補。雖然相比舊版的命魂守護，我自己已經神化的新版命魂守護帶來的護盾量更高，但是實測下來，由於我自己使用的是本身續航能力就比較出色的熊貓，所以這裡的格擋精通能夠更容易將戰鬥回合拉長到10回合以上，甚至15回合，去吃滿這個神聖節奏的3層增傷。有光啟一式，那麼自然就有光啟二式。我自己的光啟二式則依舊延續了上一個搭配的同時，並做了微調，依然是沒有護盾的雙嘲諷流。戰績這裡我是把曙光戰列換成了聖靈擊揮。聖靈擊揮可以說是五轉傷害最高的群傷戰績了，能夠造成的傷害也是遠遠大於光啟一式的曙光戰列。只不過聖靈擊揮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後撤。作為零冷卻的後撤戰績，這不僅會導致下一回合嘲諷的時候無法穩定的嘲諷所有怪物，同時還很容易發生脫離熊猫治療範圍的情況，屬於一個傷害更高但是更容易翻車的搭配方法。所以在秘法這裡，我則是把神聖節奏換成了原本的沉睡機，去打一個短期高傷害的模式。這兩套在秘法這裡依然是保留了原先3個保命、1個輸出技能的搭配比例，但是在戰績這裡則是將原本沒有輸出能力的護盾換成了具有輸出能力的戰績。表面上看是傷害變高了，生存能力變低了，但是介於現在雙嘲諷的特性，實際上我的生存能力相較於之前的4轉已經剛剛進入5轉，但還沒有更新的時候是要明顯更高的。光啟3式的話，我很偶爾會用，主要還是格擋率不夠的問題。雖然鋼鐵信念減傷效果非常優秀，但是在沒有格擋對方的情況下，經常會出現被精英怪一巴掌拍吐血的情況。如果我自身格擋能在110%或者120%往上的話，我個人認為光啟3式也會是一個比較優秀的搭配方法，同時也完美解決了聖靈擊揮亂跑吃不到續航的問題，因為自身就可以續航。不過在格擋率足夠的情況下，也不是沒有缺點。畢竟這套打到後面沒有小怪的情況下，在沒有格擋精通和足夠吸血，很容易導致打不過最後的大怪。坦奇的話，我這裡也分為了1式和2式。這裡1式則是捨棄了雙嘲諷，換成了5轉最新的零冷卻決鬥技，一決勝負。幻獸也是把竹林仙君換成了原本的晨曦天使。這個搭配會比較明顯，是一個打 BOSS 的技能搭配。相較於4轉的雙護盾搭配方法，這一次我依然是捨棄了護盾，轉成減傷流。
庇護之勢能夠有效地防止 boss 一個大招在攻擊我的時候不小心波及到了旁邊的隊友，從而導致隊友的暴斃。大家可以發現，這裡我依然是沒有使用命魂守護。在我4轉的時候，我主要使用的是雙盾加熊貓的組合，這樣搭配命魂守護可以有效地延長命魂的護盾量以及損失的50%血量。這裡我既沒有回血也沒有護盾的話，則是使用了潛能回身作為代替。相較於之前這個沒有命魂的版本，實際上我自己玩下來要比以前更能抗傷了。雖然新減傷戰績神魂庇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面對高傷害高數值的最終 BOSS 的時候，沒有命魂的我會更容易被打到半死以下，吃到更多的神器天使被动回血的能力，外加鎖血秘法，實際上打王的時候效果讓我很滿意。坦奇2世則是延續的4轉，我最常用的搭配並做了微調，把原本的微情守護換成了現在的神魂庇佑，並且使用了湖光灵盾代替原本的格擋意識作為補償。這套主要是在副本中对群的，所以為了能夠在進入下一個關卡的時候有一個比較健康的血量，這裡依然使用了命魂守護，而原本的聖靈加護則來變成了現在的石夫秘術。雨之國沒有什麼副本的最終關卡是多怪物的搭配，所以相較於龍之國的一個萬用副本搭配，雨之國能夠針對性的去做副本搭配，我認為是更好的。如果能打煉獄的話，那麼自然還是和以前一樣使用一個搭配。因為煉獄沒有休息點，所以我要同時保證能打最高評分的同時，還要在面對小怪的時候保證自己的血量處於一個健康的狀態。作為一個平民號，我這個能打噩夢就已經謝天謝地了。噩夢依然是有休息點的，所以也是能夠讓我在打最後一關之前能夠有一個補給和更換搭配的這麼一個空間。刷刷樂，呵呵呵，不必多說了，是我難得可以用騎士體驗輸出感受的搭配，主要是用來打平時體力爆出來的星光史萊姆以及每日的寶石塔。這裡我捨棄了所有無冷卻戰績，這樣可以更好的吃到神恩旭瑞的傷害提升。而打主要輸出的戰績則依然是水旗，而不是我最喜愛的光旗。其實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畢竟水旗的對群效果實在是太好使了。冰刃寒光主要是吃這個水氰核，為我的水元素戰績增傷。雖然我帶的命魂就已經能夠讓我活到寶石塔的第11回合，但是想要打贏還是有點難度。所以這裡在戰績上面，我也是選擇了水舞留刃，去盡可能延長我的存活能力。不過由於我沒有帶減傷類技能，所以說實話水舞能做的不多就是了。有時候我會把水舞留刃換成2轉的雙滅之華，傷害並不讓我滿意。不過在有神恩旭瑞情況下，我的群傷能力依然是大於其他1回合冷卻的群傷戰績的，更何況這個戰績還能有幾率疊一層寒冷。聖獸，說實話，我平時都是蹭大佬的泥頭車速通的，我甚至都不太確定我這套的意義在哪裡。雖然我這裡寫的是聖獸，但是實際上無論是真在打聖獸的時候，或者公會 BOSS 的時候，我用的都不是這套。打聖獸沒傷害，打公會王扛不住。這套其實目前我最主要是用來打懸賞以及混沌這類怪物的，有增傷，有暴擊率。整體我還是挺喜歡的，尤其是加強過後的天光換刃，我這裡也是不知怎麼的恍恍惚惚來到了神話6階。雖然自己沒有負面效果技能，但是在無轉賢者吃香的賽季肯定是不缺負面效果的。競技場我用的則是這套。作為一個平民，我倒是沒那麼在意 PVP， 相比較而言，我更在意國度以及副本的怪物技能搭配。不過這裡我也是有認真做競技場的技能搭配。光明劍陣依然是我最喜歡的單條戰績，這裡我是攜帶了2個嘲諷戰績，目的不僅是提升嘲諷到對方的概率，同時也是讓牽制襲擾能在對方有實體情況下同時嘲諷對方本身和他的幻獸。
他的群傷也能夠幫助我自己更快解決對方的實體化換手。而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把聖靈擊揮放在前面的原因。一決勝負在多個敵人的情況下，幾乎總是優先攻擊換手，而只使用牽制襲擾又會導致嘲諷概率不夠高。攜帶牽制襲擾和挑戰之星的組合又會導致傷害明顯不夠。畢竟挑戰之星的白值傷害實在是太低了，傷害倍率也是。事實上，我發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比如說，如果對面是高連擊的流派，使用石副秘術代替命魂，沒想到更能抗傷了。不過，介於大部分職業的流派都不是連擊流，這裡我依然是保留了命魂這個秘法。我自己的整個格擋率只有91%，幾乎全是由裝備撐起來的。所以，這裡我秘法選擇的是格擋意識，去進一步提升自己吃到格擋精通這個減傷秘法的概率。到了後面，格擋率足夠的情況下，則是會把格擋意識換成反射裝甲。只不過，秘法空間實在是不夠了，只能暫時捨棄它。鐵衛連斬是一個優秀的戰績，不過這裡由於技能階級以及我自身元素親和的問題，導致我無法捨棄，這裡又無法起聖靈擊揮或者牽制襲擾。碎星斬也是一樣的，都是很好用的單挑技能。只不過由於我自身的原因，這裡我是沒有去選擇它們。這套防守也挺不錯的，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萬用防守搭配。我目前排行榜戰力在30左右，但是競技場也是能夠比較穩定的站在20名到25名左右的位置。就我個人感受，我覺得挺好的。如果大家對我做的攻略感興趣，不妨為我附上一個訂閱，或者加入風琴佑的 Discord 交流群。那麼大家平時都是怎麼搭配自己的技能的呢？不妨在評論區展示一下。那麼我下期再見，拜拜。